的是水，欧拉德的就是水。这个视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西藏的藏北草原和冰川，我们走着。刚刚经过非常出名的羊八井地热，现在呢往藏北方向出发，两边都是草原，其实前面是雪山，但是今天云层比较厚，天还是非常蓝的，心情很好。我们已经到了阔琼岗日冰川公园，但是现在好多乌云呀！我们要走这样子的路10几公里才能到达冰川里面。这边是因为新开发的一个景点，所以来的人特别少，到处都是牦牛。这个路实在是好颠簸，而且两边的山石特别多，从山上滚下来很多的石头在这个路的两旁，而且看那个山，这边的山脉都好像是以前冰川融化过的那种山路。这里进去的山路实在太差，建议开越野车进来，开小车的话是有点艰难的，怕那个石头会割到轮胎。我们已经到达冰川脚下，这里有个很小的休息的地方，有提供一些热饮杯面。这里空气还是非常稀薄的，一下车就感觉到这里明显的很冰冷，而且这边的水呀，看起来特别凉。游客攀登体验区只有50到80米，就是上到上面的那个小平台，再上去白茫茫一片，就是完全的冰川地带了。跟着冰川上流下来的水，在这里心跳特别快，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跳的声音。来这里一定要穿登山鞋，或者是买个马丁套在鞋子上才行，要有备而来。现在有点下雨了。特别喘，从下面走上来，我才走了可能30米左右，开始就觉得特别喘。现在走了大概已经有80米的这样的海拔的上升度了，停一下觉得好一点。刚才走的都觉得有点走不上来的感觉了。现在大批的人已经下去了，我有个伙伴在上面等着我们，要加油！现在已经从下面爬到上面来了，这边应该有走了海拔大概100米左右的位置，耳朵有点痛。今天天气有点不好，看不到冰是呈蓝色的一个状态。这里的海拔有5500，所以人上来都会有点喘。离拉萨是160公里，但是开车过来是蛮慢的。
柏油路，但是进来景区里面有10公里都是烂路、石子路，所以用了大概是3个半小时才能到达景区。到了景区还得慢慢的走上来。我们刚才吃了1碗泡面的时间，太阳就出来了。现在太阳基本上要把这个云层给挪开了。这冰川的话，一定要天晴日丽的时候会看得更加的美，尤其现在倒影倒在水里面是特别好看的。这个地方因为鲜少人过来，冬天的话会特别好，因为冬天会比较干燥，风会把云全部的吹开。现在是雨季，就有点受季节的一个约束。我也在这里堆一个玛尼堆。这个是证明祈福的一个标志。如果你迷路了，在荒野外，如果你看到玛尼堆，也可以沿着玛尼堆走出来，所以它也有指路的这样子的一个意义。终于入住下来，现在10点多，快11点。其实从扩琼港日冰川出发来到当雄县是非常快的，但是中途塞了3个半小时的车，主要是在修路，并且有些人真的不遵守交通规则，随意的插车，所以造成很大的拥堵。现在终于到达了，好好的休息一下。这个酒店非常值得推荐，叫康马温泉酒店，是整个当雄县最好的酒店。这最近都是每天都是爆满的，因为来纳木错的话，1天的时间实在太赶了，所以在当雄县住一晚是很好的选择。看一下这酒店，这是我入住的套房，很贴心，有一个加湿器，并且呢还有氧气机，如果觉得不舒服的话，可以及时的吸氧，还有一次性的这个吸气管。里面呢是温泉池。Good morning, today is another day. 今天的天气比较好，但是还是有点云。希望一会去纳木错的时候天气非常非常好，需要蓝天来照耀到湖面上才是最棒的风景。现在去吃早餐，后面是我住的别墅区。
我现在在去往纳木错的路上，这里是藏北草原，到处都是牧民，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牛粪堆。牛粪在这里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他们把这个牛粪全部捡了，堆起来之后晒干，然后冬天的时候就可以烧火。有一些牧民呢，他也会堆在房子的这个篱笆墙上，这里也是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表现了，因为别的地方看不到。这里还有很多的牛，到处都是山，特别特别漂亮。还有很多的小花，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好开心啊！这个牛粪是全部垒成一堆了，垒得好像石头堆一样，好像碉堡一样。看见那牛，那些牛好开心哦！你看，那还有一个很小很小的牛仔。下面的小湖还倒映出天空的一个倒影，非常漂亮。这里到了一个纳木错的小观景台，上面有挂着一些经幡，有一些小商人在贩卖他们的经幡。这个山口是纳格拉山口，海拔5190米。下方的纳木错的海拔稍微要低一点。这里在湖边有个乡，叫纳木湖乡。这个乡还蛮大的，景色非常好。这里一路过去，湖边都还有很多的牧民在生活。这些牛想干嘛？你想吃的吗？没饼干哦，咪咪。喂，你要吃东西吗，洋洋？刚才他还到我们的车里了，一直在找东西。纳木错的羊，好大声哦！哇，跑得好快哦！你给它吃什么？苹果呀。哎呀，哦呦，不要呀！你不要苹果吗？摸得好软的，咦哟，它在努力的吃桃子，咬不动啊！对，这些羊走得好快，我们都追不上它们，只看到它们屁股了。我背后的现在是纳木错，错在西藏就是湖的意思，所以就是纳木湖。在藏语里面呢是天湖的意思。这个湖呢是西藏的第2大湖，也是咸水湖。因为西藏这一块以前的地壳活动非常的多，以前远古时代这一块应该都是海洋地带，后来呢就地壳活动把它的全部从海洋里面升起来了，所以山脉非常的多。我正前方呢是北边，后面是南边，南边跟东边呢是冈底斯山跟念青唐古拉山。念青唐古拉山这一块呢是全年都是雪的，所以风景特别特别的漂亮。而南边那一块是高原丘陵，这个我现在所在的海拔是4718米，
所以来到这边走路要慢一点，不要太快的速度。这个湖水每一年都有记录，是在慢慢的扩张的，现在最深的位置有120米，所以这个湖面的面积也很大，有1940平方公里，非常非常的广阔，是一个呈长条形。从这个我右手边这个位置一路往前要开车开很久的路程，在前方有一个专门的观景的景区，是小门票区，我们在大门口买了门票，在前面还得检票。但是这一块到湖边还是可以慢慢走的，这里走过去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路程。这块有很多放牛的放羊的，但是这边的藏族同胞们有一点点的不友善，因为刚才我们在拍他的羊，而他羊呢走得非常的快，那个妇女还跟我来要钱，她说拍羊要钱，这个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但是来到这边还是大家互相友善对待就好了，是这样子的。现在出发去湖边的另外一侧，在纳木错一定要慢慢的玩，因为每一个湖的段落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这还在往湖边开，边上有停车站的平房的。现在前往扎西半岛。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扎西半岛这一块呢，都是被拦起来的，是有专门的停车场，也还在建一些房子，估计是想修度假村。这一块的人就特别多，跟在我们停车的地方，基本上就是1-2个自驾车的不停在那边拍照。在这里是主要的观景平台，所以人山人海，要像海边一样。正面身上白色的是哈达。这里山脚下有个扎西寺。这个寺庙有一些建筑是卡在山洞口的。这个是玛尼堆，面向纳木错的玛尼堆。我后面这里有挂了很多的经幡。纳木错是本教的第一神湖，所以过来这边的藏民同胞们也非常多，他们会沿着这湖做一个朝拜。经幡它本身是代表着人们的美好的愿望，所以在山谷间或者是山上、湖边、家里的房子顶上都会挂有经幡。在纳木错慢慢的走，沿着这些玛尼堆一直到湖边，安安静静、优优美美，享受这一刻。纳木错的鱼，你能想象这么清的水里有这么多鱼吗？水至清则无鱼，在西藏是不存在的。纳木错实在太美了，我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，看一下海鸥，看一下这里的上湖的鱼，在这边悠悠闲闲的坐一下，阳光下，
感受这个非常宁静的气氛。一个人旅行有一个人的安静，一般人旅行有一般人的热闹。来到西藏，你可以感受它不同的一个氛围，都特别的好。我后面有好多的牦牛，牦牛是高原之中生活在3000米海拔以上的地方，青藏高原这一带特别多。现在这个牧民就在赶牦牛，我们有点拍不到，因为牦牛走得很快，并且这个牧民一直在赶。西藏这边的牧民养牦牛特别多，还有羊。牦牛呢，一个可以吃牦牛肉，还有喝牦牛的牛奶。做酥油茶，并且呢，牦牛的皮还可以用来做衣服、做帐篷，各种的好处。所以牦牛身上全部是宝。我们在西藏游玩的时候，到处都可以看到牦牛，尤其是在纳曲那一块，纳曲的牦牛特别多，因为那边的牧民最多了。这个是纳木错草原的牛粪，堆的方法又不一样了。这个是牛粪做的篱笆墙。这就是本期的视频，我们下一期继续深度游西藏，跟着中国人看中国。我们下期见 ，Take care and see you soon， 拜，么么哒。